这是惨绝人寰的日本731部队对于我国人民的无情迫害。他们使用化学武器毒死我们的同胞，活剥人皮以及刺刀穿入身体等恐怖罪行。世界上还有过很多令人胆寒的实验，它们同样相当恐怖。让我们来看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10次实验。第10，改变性别实验。科学家改变了一个男婴的命运，这个婴儿叫布鲁斯，这个科学家是约翰·穆尼。他关于人的性别的想法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1965年，布鲁斯因排尿困难在医院接受了包皮环切手术，医生没有按常规使用手术刀，而是采用了电烧针，布鲁斯的阴茎被烧焦，无法修复。约翰表示，婴儿的阴茎是唯一受损的部位，能拯救他的只有进行变性手术。最后切除了布鲁斯的阴茎，他从此被告知自己是一个小女孩。尽管约翰声称这项实验取得了成功，但随着布鲁斯的成长，14岁时，布鲁斯发现了真相，并开始改变自己的生理性别。童年手术的创伤对他产生了影响。当他发现所谓的实验成功后，他开始患上抑郁症，最终布鲁斯在38岁时自杀了。穆尼把布鲁斯当成了自己的研究案例，用来验证他的可怕理论。第9，小黑猩猩实验。1931年，一位名叫凯洛格的心理学家决定尝试领养幼年黑猩猩，将它与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一起抚养，给予他们同样的关爱和学习语言的机会。在9个月的实验里，黑猩猩不但没有向人类学习，反而教坏了自己的孩子。因为黑猩猩远比人类婴儿发育成熟的快，没多久他就开始调皮捣蛋，给凯洛格的孩子做了一个坏榜样。他们最终放弃了，因为毕竟它只是一只黑猩猩。他们把小猩猩交给了动物群落，但黑猩猩很快就适应了生活，变得越来越强壮。但凯洛格越来越担心，因为这个小男孩没有变好，反而有可能变得更像黑猩猩。第8，睾丸辐射实验。为了获得假释以及现金，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数十名囚犯睾丸被高剂量的辐射照射，这是对人体的不道德和剥削的体现，完全不考虑犯人的尊严。科学家每月向囚犯支付微不足道的$5，并承诺在实验结束时支付给他们$100和帮助他们进行输精管切除。然后他们对囚犯的睾丸进行了400拉德的辐射照射，相当于2400个胸部 X 光片。尽管测试是为了检查有多少辐射会导致不孕，以及测试在太空中辐射对宇航员的影响，但受试者并没有被警告辐射对他们身体会造成全方位的危害。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遭到了全社会的谴责。第7，斯坦福监狱实验。在1971年，一位名叫菲利普·金巴多的心理学家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金巴多把心理学系大楼的地下室改装成监狱，花$15一天请来了一批学生参与实验。实验就是研究在被监禁者和看守他们的人的行为。在研究中，志愿者通过抛硬币的方式被分配到一个模拟监狱中当狱警或囚犯，金巴多本人担任监狱长。几名囚犯在实验中途离开，整个实验在6天后被放弃。早期的实验结果报告称，学生们很快就接受了他们被分配的角色。一些狱警实施了专制措施，最终使一些囚犯受到了心理折磨。这个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实验被批评为方法不科学。第6，米尔格拉姆实验。196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拉姆着手进行了一项服从实验。工作人员带着人们到了一个地下室，2个抽签扮演老师或者学生。接下来，老师和学生要各自进到一个房间内，实验人员也进入老师的房间，坐在老师的后面。老师的房间有一个机器，连着电线到学生的身上。这个机器上有30个按钮，每个按钮对应一个电压，从45伏到450伏。按钮按下之后，就会放出电流，电击隔壁的学生。老师会说出单词，让学生记住。如果学生答错，
老师就需要按下机器上的电击按钮，学生每答错一道题，电压就增加1档，而最终的一个按钮是致命的450伏。实际上，这个实验里面没有人真正受到电击，穿白大褂的实验人员和学生都是工作人员假扮的。然后测试得出结论，人对权威的服从心理甚至高于伦理道德和自己的良知。第5，爱迪生与 X 光。在现代，我们都知道 X 射线的危害，但早在 X 光被发现之初，就有人因此受到严重的侵害。这个人就是托马斯·爱迪生的助手，他遭受了 X 射线的严重打击。这个人就是克拉伦斯·达利，他日复一日地裸露双手暴露在辐射下，为的就是追求这项不可思议的发明。如今，使用 X 射线技术的医生和医疗专业人员都会穿戴防护设备，以避免接触到致命的物质。X 射线的能力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这种成像技术，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但当时对这些物质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爱迪生和他的助手达利还没有个人防护装备的概念。当时为了得到一张 X 射线图像，助手必须暴露在射线下整整90分钟，而这样的图像他们拍了无数张。这样的射线对身体造成明显的损伤，用来研究射线的那只手溃疡从手蔓延到了脸上，他失去了头发，甚至出现了开放性伤口，最终他的左臂不得不截肢。8年后，他为了科学献身。第4，怪物研究实验。1939年，在美国的爱荷华州，有一位叫温德尔·约翰逊的教授在爱荷华大学做了一个秘密实验。这个实验的对象是22名孤儿，被分为对2组，一半儿童接受了积极的言语治疗，他们的言语流利程度受到称赞；另一半接受负面的言语治疗，传授这些孩子口吃说话。结果，第2组儿童在心理上受到了损害，并出现了严重的言语问题，长大后说话都依然很不顺畅，甚至有的根本无法开口说话。这种不道德的实验就是怪物研究。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虽然最终他们做出了道歉，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实验非常有意义。第3，象人实验。据英国媒体报道，2006年，6名试药志愿者在伦敦注射一种生物药品后出现病变反应，患者身体肿胀，重度昏迷，其中1人头部变成普通人的3倍。这是一种名为 TGN-1412 的新药，主要用于治疗白血病、风湿性关节炎和多种硬化症。2006年3月13日，诺斯威克公园医院以2000英镑的报酬招募到8名英国男子充当试药志愿者。在注射 TGN-1412 后，6名志愿者出现严重的药物反应，随后接受抢救。院方称，患者多个器官发生严重衰竭，其中2人生命垂危。这项试验后来被称为象人试验，有6名男子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将近3个星期，最后他们都活了下来，但1名男子失去了手指和脚趾，其他人则在与记忆力丧失做斗争，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都被完全破坏了。第2，危地马拉梅毒实验。60年前，数百名危地马拉监狱囚犯与妓女发生性关系后感染梅毒，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这些囚犯不知道，他们已沦为美国医学工作者的实验品。该试验由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约翰·查尔斯博士主持，试验主要在危地马拉的监狱、一所精神病患收容所和一处军营进行，对象包括监狱内的囚犯、危地马拉军人、精神病人等。通过让囚犯与带有梅毒的娼妓发生性关系和直接将病毒接种在试验者手臂、脸或阴茎上等方式传播病毒。感染者还被鼓励将性病传染给其他人。试验者感染病毒后将使用青霉素进行治疗，从而了解青霉素治疗病毒的效果。在被感染后，一组人被给予最低量的抗生素青霉素，另一组没有被分配任何治疗，尽管他们不知道自己感染了什么。这项实验被载入史册，是最可耻的实验之一。第1， 731部队实验。日本的731部队恶名昭著，他们的行径简直可以用毛骨悚然来形容。在731部队里，活体解剖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他们在战俘身上试验天花、肉毒杆菌、霍乱等等病毒，然后提取病毒投放到人群中，或者投放到水库和水井中，然后引起瘟疫，大范围的致人死亡，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罪恶昭彰的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变态野蛮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你认为这些实验恐怖吗？还知道哪些恐怖的实验？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